这一天，刚吃过饭的奇遇一家正一前一后的看着电视。奇遇突然想吃袋薯片，结果没控制好力道。奇遇的无心之举将杰诺斯拍晕了，没想到等杰诺斯醒来后，竟然失忆了。不仅不认识奇遇，就连性格和声线都变成了杰诺斯酱。それで僕はなんでこんなところにいるの？お兄ちゃん、これ読んでいい？可当被奇遇告知他是因为来找奇遇收徒的，瞬间就化身漫画里的大哥大，冲奇遇一阵怒吼。ふざけんな！俺がてめえみたいな20秒もありゃ書けそうな面のやつなんかに弟子入りするはずねえだろ！接着便准备一炮轰了奇遇。正好这时吹雪前来找奇遇，看见这一幕人都傻了。两人分析后得出，杰诺斯失忆后脑子会复刻漫画里的角色记忆。刚说的事儿，杰诺斯就化身霸道总裁，向吹雪发起了进攻。吹雪嘴角一笑，说是有急事先走一步。没过多久，杰诺斯就感受到附近有高能量反应，就算脑子不好使，但身体本能的就冲了出去。而那高能量反应正是吹雪制造而出的。他哄骗着杰诺斯，说他曾经是非常要强的 S 级英雄，是已经自愿加入他们吹雪组的希望之星，人称炮灰杰诺斯。可计划并没有那么顺利，满脑子浆糊的杰诺斯不愿相信，逃到了街上。就在他绞尽脑汁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正好在这时撞见了一只诡计怪人当街行凶，周围的人也认出了他，纷纷喊叫着魔鬼凯瑟人的名字。他的身体也不自觉地动了起来，带着怪人远离了闹市，又回到了之前的仓库。可已经忘了战斗姿态的他根本不是怪人的对手。怪人怒吼着一定要向人类侵占他们的领地复仇。一听到复仇二字，杰诺斯似乎本能地告诉自己他还不能死，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必须要做。可仍是被怪人的一手天气控制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これは何か思い出せそうな天候変化。但正如奇遇曾说过的，机器失灵的话，只要拍一拍就好了。被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杰诺斯终于恢复了记忆和实力，随手便收拾掉了怪人。貴様のおかげで俺は全てを思い出すことができた。焼却。然后拿着上好的肉去找奇遇老师道歉。奇遇倒是没什么，只是又问了一遍。俺って20秒くらいあれば書けそうな顔してんのか？不愿欺骗人的杰诺斯果然已经恢复正常了呢。今天在这里将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比赛，参赛选手不仅有武术天才饿狼，还有格斗冠军水龙，战况恐怕会异常激烈。杰诺斯一听，神色紧张地跟在奇遇身后，准备迎接大战。可结果竟然是格斗游戏界的最强争霸赛，冠军可得高达500万日元的大奖。正是因为这奖金，奇遇果断报名了。看奇遇一脸的自信，杰诺斯问起：“难道玩游戏老师也是无敌的吗？”奇遇笑着回应道：“那是因为比赛不仅仅支持传统的摇杆控制，也支持和身体完全同步的 VR 操作，所以说500万他拿定了。”很快，第一轮比赛就开始了。奇遇满怀信心的准备一拳 KO 掉对手，可结果被对手瞬间秒杀。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他拳头的威力也没有附加到游戏角色身上。但令人可气的是，对手那充满讽刺感的角色外貌。再看其他场次的对决，都进行了有条不紊。饿狼稳打稳扎，一直杀到4强。水龙凭借一手无敌腿法，也轻松杀入4强。接下来的半决赛将是狼和龙的巅峰对决。果然不愧是高手对决，完全不是其他场次能比的。饿狼以流水盐碎拳发起猛攻。まさかシルバーファングか。でもジジイがこんなゲームするわけねえよな。腰曲がってねえし。水龙也用明体恐龙拳发起反击。空流拳。竜の方もすごいすごい。一时间是谁也不输谁。就在饿狼准备用最后的杀招定胜负时，竟然因为动作过快导致游戏出现故障，被另一边不知情的水龙直接一套带走了。气得饿狼就准备去找水龙来一场线下单挑，但碍于周围人异样的目光，想想还是算了。而与此同时，另一场的半决赛也分出了胜负，接下来便是最终的决赛。水龙的对手正是那秒杀了奇遇的比基尼考拉。比赛开始。あいつが KO。几乎是刚宣布比赛开始就结束了，结果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水龙被考拉一套秒杀。对此，水龙是来了兴趣，那他动作明显不可能是摇杆操作，毫无疑问，他输给了一个绝世高手。等到冠军上台颁奖的时候，看着他手里的手柄，奇遇和杰诺斯彻底懵了，这人竟然连摇杆都没用，只用了手指。
すまないな。強すぎて。这一天，邦古和原子武士正眉头紧锁着，享受着悠闲又平静的钓鱼生活。上周还在跟外星人打架呢，这会儿就感叹着身体不行了，一个跑10公里就喘气儿，一个酒都不怎么喝了，还真是岁月不饶人呐。嘴上都这么说，可实际上两人都在暗自较劲。要是放在10年前，恐怕早就打起来了。就在他们钓鱼的对岸，索内蛤蟆和无证骑士正追着个怪人来到这里，怪人逃进了这湖里边。居然这个时候还有人在那钓鱼，这会儿让他们逃已经是晚了，只有直接打败怪人了。而另一边，邦古和原子武士正好谈到了现在的年轻一辈，很多都是空有一腔热血，没有真材实料。原子表示，他那徒弟居合可不一样，经过外星人入侵事件断了一只手臂，不但没有消沉，反而更刻苦的训练。そういうやつじゃなきゃ俺の弟子なんか務まらねえよ。邦古感叹道：“他原以为那家伙也有像居合一样一往无前的毅力呢，可结果根本不知道现在那些小辈们整天都在想些什么。”两人的谈话正好对应着另一边的战况。邦古说道：“英雄协会也有问题，搞些人气排名什么的，让一些英雄甚至戴上了面具来吸引人气，也不会判断对手的实力，看上去努力，但其实根本没有找准方向呢。不过话说，现在的怪人是越来越多了，露出真面目的怪人是自称大山鲛的4眼虫，水里作战他可不惧任何人。”打倒了2蠢货英雄，就准备冲湖中那2吓得动弹不得的钓鱼客动手。然而瞅见这一幕的无证骑士可不答应，就算拼上性命，他也要阻止怪人。这番气势得到了邦古的称赞，可光有气势可不够。しかしな、若造よ。おい、ガッツだけじゃ足りんぜ。大山鲛似乎感受到了这老头的不一样，果断发起了进攻。没错，消失半天的索内蛤蟆在怪人肚子里呢。原子武士总结道：“气势要配上足够的实力才行。”结束了风波，原子武士就最近怪人评述的势头询问邦古，还有没有能分担压力的高手。邦古回应道：“有一个实力超乎想象的人，就连他也难以匹敌。”原子一愣，没想到和他争斗了这么久的邦古竟然会自叹不如，那个人究竟是有多强？这一天，被关押在监狱岛的性感囚犯通过电视的新闻播报，得知一只垃圾场怪人正在靠近他们的监狱，于是便来到监狱大厅。给新来的囚犯吓傻了，不过立马就反应过来，寻思着能不能趁机越狱。但监狱的前辈们都知道，除了老大之外，他们一旦踏出这里一步，就会被监控发现，被打成筛子。可谁知道，性感囚犯一边，怪人倒是解决得很快。可战斗溅起了碎尸，不小心破坏了高压电线，导致整个监狱岛都陷入了瘫痪，让一些早已按耐不住的囚犯们给逃了出去。一共10人都是因为他逃走的，很可能会导致负责人小甜心被责罚，他一定要想办法弥补。那群逃走的囚犯们刚找了个废弃仓库做据点，没想到就少了3人。现在这个节骨眼单独行动，很可能就会连累他们。没错，此刻的性感囚犯已经光速收拾掉了单独行动的几人。就在刚惩罚完第3人的时候，索尼克竟然冒了出来，渴望战斗的他让囚犯要不把他也抓回去，毕竟他也是从监狱逃出来的。可囚犯却表示，索尼克是凭实力越狱的，他不会动手。说完便跳走了。另一头，陆续有人出去找吃的没回来，如今只剩下5人了，都提心吊胆的，怕被囚犯抓住，那可比普通的刑法折磨100倍。就在这时，门口突然传了动静，还以为是同伙回来了，没想到竟然是一只深海族的怪人。原来他们是个废弃仓库，正是这怪人的老巢。正当怪人准备大快朵颐时，囚犯让吓坏了的小弟们赶紧去躲起来。可实际上，教怪人来说，他们还要更怕囚犯一点。为了让小弟们安心，即便只是个虎级怪人，囚犯也启动了暴衣模式，天使形态，一顿乱拳打在怪人脸上，同时也打在小弟们的心口上。怪人是被打趴下了，小弟们也吓尿了，想起被抓回去的场景就浑身发抖。就在此刻，那怪人挣扎着，竟然重新站起了身。性感囚犯让他最好不要挣扎了，是打不过他的。没想到怪人激动地表示，他当然很清楚，但这不是赢不赢的问题，而是他不甘心被这种变态打得还不了手，这是尊严的问题。怪人的奇妙发言，囚犯是搞不懂，但身后的小弟们却看到了希望。就是这样，一定要战胜他，怪人大侠。可到头来，结果仍是改变不了。经过这一次惩罚的他们，想必再也不会有逃跑的心思了。
好了，到这里就是《一拳超人》番外篇的全部内容了，一共13集，每一集都充满了一拳特有的日常喜剧元素，但都与主线剧情无关，是独立而出的小故事。除了第一集严格意义上不算是番外的超长篇，其余每一集都是短短的10分钟，一口气看下来，让人完全忘记了时间。后期是基于一拳里每个人物的设定都非常有趣，所能构造的故事也相当丰富。要是能以这样的剧集出一整季，应该也挺不错的呢。好了，那么喜欢本期视频呢，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秦，我们下期再见。